大家好，我係中環11少。好多人睇一場敗仗，只會睇到輸贏，但係真正識睇嘅人睇嘅係呢場仗點樣成為日後贏得全世界嘅第一步。加拿大航空最近又爆勞資糾紛，呢啲新聞喺西方國家可以話係司空見慣。不過呢件事就勾起咗我對一件陳年往事嘅記憶。大家普遍嘅印象可能係2003年，當時仲未接棒嘅李澤鉅雄心壯志想做白武士，趁加拿大航空陷入財困嗰陣入主，點知最後同工會傾唔掂數，單嘢就告吹咗。財經版當年都係咁寫，表面睇落成件事就係一場簡單嘅商業談判失敗。但你真係信有錢會買唔到嘢？李澤鉅當年手揸幾億加元嘅彈藥，點解會鬥唔過班工會領袖？呢個諗法實在太睇小喺西方世界玩政治遊戲嘅複雜性啦。事實上呢單交易唔單止唔簡單，佢根本就係一場香港式資本家喺西方政治擂台上邊嘅第一場滑鐵盧，亦係佢最重要嘅一堂資格考驗。首先我哋要拆解翻個戰場佈局。2003年911事件嘅陰霾未散，沙士又嚟一鑊，成個航空業都奄奄一息。加拿大航空住百幾億加元嘅債已經申請咗破產保護啦。呢類不良資產平靚正，仲帶有國家級基建色彩，根本就係長和係最中意嘅獵物。李澤鉅當年39歲，揸住加拿大公民呢張屈機嘅底牌，完美避開外資持股限制，名正言順以白武士姿態登場。你以為佢單打獨鬥啊？少年你太後生。呢單雕嘅背後其實有加拿大航空嘅董事 Everly Crocker 喺度穿針引線。佢老公郭敦禮就係長實嘅獨立非執董。兩夫婦同李家嘅關係千絲萬縷，喺加拿大商界極具影響力。有呢啲本地猛人做盟友，李澤鉅嘅收購睇落根本係十拿九穩。但係佢哋個個都計漏咗，呢個戰場真正嘅莊家並唔係董事局，更加唔係拎住錢嘅投資者，而係工會。李澤鉅一開始確實係順風順水，董事局揀咗佢，法院又批咗，佢出價6.5億加元，準備買入31%股權做大股東。呢個係典型嘅港式玩法。我出錢，我話事，天經地義。但問題就出喺呢度，喺加拿大呢種社會，工會係一股獨立嘅政治勢力，佢哋手上嘅武器唔係錢，而係選票同政治影響力。當李澤鉅想同佢哋傾削減退休金嗰陣，班工會大佬心諗：你個香港仔上嚟我哋地盤指手畫腳，我哋喺度玩咗幾十年咯。呢場仗嘅轉捩點就係呢種文化上嘅根本衝突。喺香港，老闆話要減福利，打工仔除咗上網鬧兩句，基本上都係逆來順受。但係喺加拿大，工會嘅力量係足以同你攬炒，甚至可以影響到聯邦政府。佢哋睇死你香港財團嘅底線係投資回報率，計住 EPS， 計住 IRR。但係工會嘅底線係班兄弟嘅飯碗同退休生活。呢個係民生問題，唔係商業數學題。佢哋寧願拖冧間公司，等政府出手，都絕對唔會向一個外來資本家低頭。結果李澤鉅被逼退出單嘢，最後由德意志銀行用更高價嘅融資方案執咗個美彩。工會喺自己人面前先至肯讓少少步，咁成件事邊個係贏家？短期睇係工會佢哋成功趕走外人，保住利益，但係長期睇最大嘅得益者可能係執翻身材嘅李澤鉅。因為加拿大航空重組之後幾年盤數都仲係非常難睇，而李澤鉅經此一役，終於明白到喺西方世界買基建資產唔可以淨係計盤數，仲要計政治、計民意、計監管。你唔單止要識得游說，仲要識得將啲持份者變成你可以利用嘅棋子。可以咁講，冇當年喺加拿大嘅滑鐵盧，就唔會有佢後來喺英國水務、電網、天然氣管道嘅巨大成功。佢交咗一筆極其昂貴嘅學費，學識咗點樣玩西方嘅遊戲規則，由一個香港嘅 deal maker 蛻變成一個國際級嘅玩家。呢啲心法比起賺幾多錢重要得多。信唔信由你，反正我信咗。如果對我哋分析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11少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。